您先別急着往下聽，我想請您現在做一件事，走到廚房，把冰箱門拉開，低頭看一下門邊那排一格一格專門放蛋的塑膠凹槽，是不是正好躺着幾顆蛋？如果是，那我要跟您說一句可能有點掃興的話，那個凹槽是整台冰箱裡最不適合放蛋的位置。這不是危言聳聽，也不是要您把蛋丟掉。冰箱門上會有蛋槽，並不是因為那裡最適合放蛋，而是幾十年前冰箱設計的時候，門邊剩下一塊淺淺的空間，做成凹槽剛剛好，就順手指定給了雞蛋。這個習慣一路沿用到今天，久到幾乎每個家庭都以為那是原廠認證的正確位置。但只要您了解蛋殼的構造，還有冰箱門在一天之內經歷了什麼，您就會明白，把蛋放在那裡，等於是天天讓它坐雲霄飛車。還有第二件事，也是今天真正想跟您講明白的重點，您手上那盒蛋，盒子側邊通常印着2組日期，90%的人只盯着其中一組看，而且常常盯錯了那一組。看錯的結果有2種，一種是您以為蛋還很新鮮，其實它在您家早就走到了尾聲；另一種是明明還能安心吃的蛋，被您當成過期直接扔進垃圾桶。這2組日期分別代表什麼？為什麼會混淆？哪一組才是您該真正盯着的？接下來我會一次講清楚。在開始之前，我想先講一件我自己觀察到的現象。很多長輩的廚房功力其實非常扎實，切菜、火候、調味，樣樣都行。唯獨在保存這一塊，常常沿用着幾十年前傳下來的習慣。這不是誰的錯，而是因為保存這件事最不容易被檢驗。菜炒鹹了，當場就吃得出來；蛋放錯位置，通常不會馬上出事，可能一整年都相安無事，也就沒有人會回頭去檢討那個習慣。等到真的出狀況，多半也被歸咎成那天吃了外食，或者腸胃剛好比較弱。很少有人會聯想到冰箱門上那排蛋。今天要做的就是把這條看不見的因果線接起來。我們先從冰箱門說起。冷藏室的建議溫度是7度以下，這個數字不是隨便定的。沙門氏桿菌這種細菌大約在5度到47度之間都能生長繁殖，最喜歡的溫度是37度，也就是接近人的體溫。所以把食物壓在7度以下，目的就是讓細菌處在一個又冷又懶幾乎動不了的狀態。請注意，冷藏不是殺菌，它只是把細菌按下暫停鍵。一旦溫度回升，暫停鍵就鬆開了，細菌會從原本的數量繼續往上漲。這個觀念非常重要，因為它決定了接下來所有做法的邏輯。我們要做的不是把細菌殺光，而是不要給它任何一段可以醒過來工作的時間。問題來了，冷藏室裡不同位置的溫度差距比您想的大很多。冷氣是從內部吹出來的，愈靠近出風口，愈靠內側的架子，溫度愈穩定。而冰箱門是整台機器唯一會被打開、被關上、被反覆暴露在室溫下的那一面。想象一下，您家一天開幾次冰箱？早餐拿牛奶，中午拿食材，下午拿水果，晚餐煮飯開開關關，睡前再開一次。門邊那排蛋一天之內被室溫的空氣撲上幾十次，每一次開門，門邊的溫度都可能往上跳好幾度。關上門之後又慢慢降回來，降下去，升上來，再降下去，這樣一天來回幾十趟，溫度反覆升降，對雞蛋來說有2個很實際的傷害。第一個傷害是蛋殼會冒汗，蛋從冷藏環境被拉到接近室溫的空氣裡，殼面溫度低於空氣漏點的時候，水汽就會在殼上凝結成一層看不見的保水膜。這件事之所以要緊，是因為食品安全單位早就指出，蛋殼潮濕，蛋在室溫下存放，蛋殼有破損，這3件事都會幫助沙門氏桿菌從殼外穿進殼內。乾燥的蛋殼是一道屏障，濕掉的蛋殼是一條通道，差別就在這裡。為什麼濕氣能讓細菌進去？這就要講到蛋殼的第2個秘密。蛋殼摸起來光滑堅硬，實際上它布滿了肉眼看不見的細小氣孔。這些氣孔本來是有用途的，蛋在孵化的時候，胚胎需要靠這些孔洞跟外界交換空氣。也就是說，蛋殼從來就不是一面密不透風的牆，它是一片有呼吸能力的膜。平常蛋殼外層還附着一層天然的保護膜，
把這些孔洞半掩起來，擋住外面的細菌和多餘水分。但只要殼面出現水膜，加上溫度變化，造成蛋內外的壓力差，殼外的東西就有機會順着這條路往裡走。這裡順便解釋一個很多人好奇的問題，既然蛋殼會呼吸，那台灣賣場為什麼有些蛋放冷藏，有些卻擺在常溫貨架上？關鍵在於處理方式。經過洗選的蛋殼面，那層天然保護膜在清洗過程中會被削弱，所以洗選蛋出廠後就應該全程冷藏，這是配套的規則。而某些國家採用不清洗，只做外觀分級的做法，保護膜留着，就可以在常溫販售。二種制度各有邏輯，但不能混着用。您在台灣買到的洗選蛋，只要它在賣場是冰的，回家就該進冰箱，而且進去了就別再拿出來回溫。這也是為什麼賣場的冷藏蛋和常溫蛋回家後的處理方式不該一樣。第二個傷害是震動，冰箱門一天被甩上幾十次，門邊承受的撞擊力遠大於內部層架。雞蛋本來就是最脆弱的食材之一，很多蛋在您根本看不出來的情況下，殼上已經有了細微的裂紋。這種裂紋不會露出蛋液，您用眼睛也很難發現，但保護膜的完整性已經破了口。放在門邊的蛋等於每天都在被輕輕敲打。除了震動，門邊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鄰居問題。多數人的冰箱門上，蛋槽旁邊放的是醬油、辣椒醬、開過的果醬、喝了一半的飲料。這些瓶罐的瓶口難免會殘留一點內容物，長時間下來，門邊往往是整台冰箱最容易黏膩、最少被徹底擦過的一區。而蛋殼是會吸附氣味和沾附髒污的，把它放在這一區，等於讓它在最不乾淨的角落待上2個星期。把這2件事加起來就很清楚了。冰箱門是溫度最不穩、震動最多的地方，而雞蛋偏偏是最怕溫度波動、最怕震動的食材。它們被放在一起，純粹是因為一個幾十年前的收納設計，不是因為它適合。講完位置，我們來講那盒蛋上的日期。這是今天最多人搞錯的一段。台灣從2022年1月1日起，正式推動洗選鮮蛋逐顆噴印。凡是供應校園、國軍副食，以及在超商、超市、量販店、賣場和網購通路販售的洗選鮮蛋，蛋殼上都要噴印洗選廠的溯源編碼、包裝日期，還有生產方式代號。所以現在您買回家的蛋，很多都能在殼上直接看到一串數字。關鍵誤會就發生在這串數字上。很多人看到蛋殼上印着日期，第一個反應是，這顆蛋是這天生的。錯了，蛋殼上噴的那個日期是洗選廠洗選包裝的那一天，不是母雞下蛋的那一天。從母雞產下這顆蛋到它進洗選廠過水、風乾、照光檢查、分級、包裝，中間可能隔了1天、2天，也可能更久。這段時間並不會顯示在殼上。順帶一提，那串編碼裡還藏着別的資訊，除了日期之外，還有洗選廠的溯源編號，代表這顆蛋是哪一家廠處理的。另外，還有一個生產方式的代號，用來區分不同的飼養模式。所以，那2行看似雜亂的數字，其實是一顆蛋的身份證，只是大部分人買回家連看都沒看過。下次拆盒的時候，不妨花10秒鐘把蛋翻過來看一眼，您會对自己吃的東西多一分掌握。再來看紙盒或塑膠盒，國產洗選蛋的外包裝上通常會標示製造日期，也就是洗選包裝的那一天。另外還會標示有效日期以及來源牧場的溯源資訊。這就是那2組日期的來歷，一組是洗選日，一組是有效日期。90%人看錯的地方其實有3個層次。第一個層次是把洗選日當成產蛋日，覺得這顆蛋剛出生沒多久，實際上它已經在流通鏈裡待了一段時間。第二個層次是只看有效日期，完全不看洗選日。這聽起來很合理，反正還沒到期就能吃嘛。但問題是，2盒都還沒到期的蛋，一盒是3天前洗選的，一盒是3個星期前洗選的，新鮮度差得很遠，蛋白的緊實度、蛋黃的挺立度、打進鍋裡的樣子都不一樣。有效日期只告訴您底線在哪裡，洗選日才告訴您這顆蛋現在站在哪裡。第3個層次也是最重要的一層，有效日期是有前提的，廠商標的保存期限
是建立在這核彈從洗選廠出來之後，一路都在良好冷藏條件下運送、陳列、保存的假設上。洗選彈的保存期一般落在洗選包裝日起算的14天到30天，實際依各家廠商標示為準。可是這段路上只要斷過一次鏈，比如您在賣場挑了20分鐘，回家路上又在機車踏板放了半小時，然後進門先去忙別的事，但在餐桌上又待了1個鐘頭，那盒子上的有效日期就已經被您默默地打了折，但盒子不會自動改印。所以正確的看法是，買的時候優先看洗選日期，愈靠近今天愈好。買回家之後，有效日期只當成上限參考。真正決定能不能吃的是您家的保存方式和實際狀態。如果您想更保險，回家拆袋的時候，用筆在彈盒上寫下到家那一天的日期，這是一個很土但非常有效的做法。接着，我們把沙門氏桿菌這件事講白話。這種細菌主要住在家禽家畜的腸道裡，母雞排泄和產蛋共用同一個出口，所以蛋殼表面沾到極微量的排泄物是很自然的事。另外也有少數情況是母雞本身帶菌，細菌在蛋還在體內成型的階段就進到蛋液裡，前者靠洗選和正確保存可以處理得很好，後者只能靠加熱來解決。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建議最後都會回到同一句話，把蛋煮熟。我知道有人會想問，那我吃了幾十年的半熟蛋都沒事啊？這個問題很值得回答，原因在於，就算蛋殼上帶了菌，數量通常也極少，而少量細菌進到胃裡，多半會被胃酸處理掉。真正會出事的情況，往往是細菌得到了繁殖的機會，比如蛋液在室溫下放了幾個小時，打好的蛋液擺在流理台上等着下鍋，或者煮好的蛋料理放涼後又擱了半天才吃。細菌從很少變成很多，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和溫度，而我們能控制的剛好就是這2樣。所以與其糾結有沒有菌，不如把重點放在別給它時間，別給它溫度。順帶提醒一句，蛋液或蛋料理在室溫下放置的時間愈短愈好，煮好就吃，吃不完盡快冷藏，隔餐要吃務必重新徹底加熱。那日常怎麼防？我把它整理成3件事，每一件都很容易做到。第一件，不要自己洗蛋。這句話乍聽反直覺，但道理很清楚。市售洗選蛋在工廠已經用控制好的溫度和流程處理過殼面，出廠時是乾燥的。您在家再洗一次，第一是洗掉了殼上的保護層，第二是水本身就是把殼面細菌衝進氣孔的載具，尤其自來水溫度低於蛋溫的時候，蛋內收縮反而會把外面的水往裡吸。如果你買的是傳統市場的散裝蛋，殼上真的有明顯髒污，正確做法是用乾的紙巾或乾布輕輕擦掉，或者留到要下鍋的前一刻再用水快速沖洗，擦乾，馬上煮，不要洗完了再放回冰箱。第二件，分開放，分開處理，蛋不要拆盒散放。原本的紙盒或蛋托本身就是很好的緩衝和隔離，蛋也不要跟直接生吃的食物擠在同一層，互相碰觸，比如切好的水果、洗好的生菜、做好的涼拌菜。處理生蛋之後，手要用肥皂洗過，再去碰別的食材。打過蛋的碗、沾過蛋液的筷子和砧板都要洗乾淨再用。廚房裡多數的食安意外不是吃錯了什麼，而是東西碰到了不該碰的東西。再舉一個很具體的畫面，您就懂了。很多人習慣在流理台邊敲蛋，蛋殼碎屑掉在台面上，隨手一撥就繼續切菜，或是打完蛋的手順手去拿旁邊已經洗好要生吃的小黃瓜。這2個動作看起來都無傷大雅，但細菌就是靠這種順手完成搬家的。還有一個常見的做法要提醒，不少人喜歡把蛋殼敲在碗緣，然後用蛋殼邊緣去撈掉在蛋液裡的碎殼，這等於把殼外可能有的東西直接送進蛋液，真的要撈，請用湯匙。這些細節很小，但一天做個幾次，1年就是上千次的機會。第3件，加熱要到位，這裡有明確的數字可以參考。依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的說明，沙門氏桿菌並不耐熱，在60度加熱20分鐘可以被殺滅，在70度則需要5分鐘。換成廚房裡看得懂的語言就是，蛋白要完全凝固，蛋黃不能是流動的液態，
荷包蛋不要只煎單面就起鍋，炒蛋要炒到不見液體，水煮蛋要煮到蛋黃成型，生蛋拌飯、溏心蛋、自製美乃滋、含生蛋的慕斯和奶昔，這些都屬於風險比較高的吃法。另外還有一個很多人沒想到的環節，就是買蛋的那一刻。在賣場，請養成幾個小動作，拿起蛋盒之前，先看看它是不是放在冷藏櫃裡，而且是不是在冷藏櫃的正常範圍內，不要拿那些堆得比櫃口還高，其實已經漏在室溫的那幾盒。接着把盒子打開檢查，看有沒有破殼，有沒有蛋液粘黏在盒底，只要有一顆破了，整盒都可能被污染，直接換一盒。最後，蛋要放在購物車比較上層的位置，結賬打包時也不要壓在米、罐頭、瓶裝水底下。回家的路上能多快就多快，特別是台灣夏天，機車踏板或後車廂的溫度非常驚人，那半小時的暴曬足以抵消您在賣場挑蛋的所有努力。如果那天還要順道去別的地方，就把買蛋放在最後一站。這裡要特別提醒4類朋友：懷孕的媽媽、嬰幼兒、65歲以上的長輩，還有正在接受治療或本身免疫力較弱的人。這幾類人一旦感染，症狀往往比一般人嚴重，也比較容易脫水或引發并發症。所以生食蛋類的吃法建議直接避開，不要抱着僥倖心態。很多人不知道沙門氏桿菌感染是什麼感覺，這裡簡單描述一下，它不是吃下去馬上就會不舒服，通常會有一段潛伏期，症狀往往在隔天甚至更晚才出現。這一點很重要，因為它會讓人誤判，明明是昨天晚上那盤半熟蛋的問題，卻怪到今天早餐頭上。典型的表現是腹瀉、腹絞痛、發燒、噁心，有些人還會全身痠痛無力，很像重感冒。多數健康成人幾天內會自行緩解，補水和休息是主要照顧方式，尤其要記得補充水分和電解質，光喝白開水有時候不夠。那如果真的不舒服了，什麼時候該就醫？多數人感染後會出現腹瀉、腹痛、發燒、噁心想吐，症狀通常會自己慢慢好轉。但如果出現以下情況，請不要在家硬撐，發燒持續超過3天沒有退，腹瀉裡帶血，劇烈腹痛，嘔吐到完全喝不下水，出現明顯脫水的表現，像是尿量很少，嘴唇乾裂，站起來頭暈，或是精神狀態變差，意識不清。年長者、嬰幼兒和免疫力低下的人，只要症狀明顯，門檻應該更低一點，早點去看醫療院所比較安心。講完了防護，回過頭來解決最開始那個問題，蛋到底該放哪裡？答案是冷藏室的中層或下層，靠內側的架子上，這個位置遠離冰箱門，溫度最穩定，也不要緊貼最裡面的內壁，因為靠近出風口的地方有時候會冷到讓蛋結凍，凍過的蛋殼容易裂。中間偏內就是最舒服的位置。如果您家的冰箱是上冷凍下冷藏的機型，冷藏室的中段通常最平穩。如果是雙開門的對開式，也是一樣的原則，離門愈遠愈好。那空出來的門邊蛋槽要放什麼？可以放本來就耐溫度變化，而且會很快用完的東西，例如常開常關的瓶裝調味料、罐裝飲料。至於牛奶，其實也不建議長期擺在門邊，同樣的溫度波動道理，它也是怕的。順便提一個很多人沒注意的重點，冰箱不要塞到滿，冷空氣需要流動的空間，塞得太滿會讓內部出現溫度死角，某些位置根本沒有降到你以為的溫度，整台冰箱大約留2到3層的空隙，冷度才會均勻。放的時候有幾個小細節，第一，連原本的蛋盒一起放進去，不要一顆一顆拆出來擺，紙盒能擋住冰箱裡其他食材的氣味，也能減少殼面碰撞。第二，煎端朝下，燉端朝上，蛋的燉端裡面有一個氣室，煎端朝下擺可以讓氣室保持在上方，蛋黃比較能維持在中間位置，久放也比較不容易貼殼。第三，不要放進蔬果保鮮室，那一格為了保住蔬菜的水分，濕度特別高，而潮濕正好是蛋最不需要的東西。第四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，一旦決定冷藏，就要一路冷藏到底。冰過的蛋拿出來，回到室溫，殼面會結露，再放回冰箱，等於重複一次剛才講的傷害。要煮多少就拿多少出來，是最省事的做法。
保存期怎麼抓？洗選蛋在良好冷藏條件下，一般是洗選包裝日起算14天到30天，實際請以您那盒上面標示的有效日期為準。買回家之後放得愈久，蛋白會愈來愈水，氣勢會愈來愈大。這是正常的老化，不等於壞掉，但確實會影響口感和煎荷包蛋時的成型度。所以我的建議是，買的量抓2個星期內吃得完就好，不要一次囤太多。冰箱不是時間暫停鍵。如果您家裡剛好有2盒蛋，也請養成先進先出的習慣，新買的那盒放在裡面，舊的那盒放在外面。每次伸手先拿到的一定是舊的。這個做法在餐飲業是基本功，搬到家裡也一樣管用，可以省掉很多憑印象猜測的麻煩。至於已經煮熟的蛋，保存邏輯完全不同。水煮蛋只要一剝殼，就等於失去了所有屏障，應該當餐吃完。連可冷藏的水煮蛋也建議在幾天內吃掉，而且冰箱裡的熟蛋要用有蓋的容器裝好，不要跟生蛋混在一起。至於打好卻沒用完的生蛋液，別直接放在碗裡蒙保鮮膜擺着，要用乾淨的密封容器裝好冷藏，並且盡快用完，下鍋前充分加熱。最後教您打蛋前的3個檢查，30秒就能做完，卻能幫您擋掉絕大多數的意外。第一個檢查，看殼，把蛋拿到燈光下轉一圈，看有沒有裂痕、缺角、黏黏的滲液，或者殼上出現黑色、綠色的斑點。有裂痕的蛋不要放回冰箱慢慢吃，要麼當天完全煮熟吃掉，要麼就別勉強。另外也順手看一下整盒的底部，如果盒底有一塊乾掉的黃漬，代表裡面曾經有蛋破過，旁邊那幾顆的殼面很可能被沾到，這幾顆就要優先煮熟吃掉，而且下鍋前殼面要擦乾淨。第2個檢查，泡水，裝1碗冷水，把蛋輕輕放進去，平躺沉在碗底的最新鮮，燉端稍微翹起，斜斜立足的還可以，但請盡快煮熟吃掉。整顆浮起來飄在水面的，代表裡面的氣勢已經大到能把蛋撐起來，這顆就不要吃了。原理很簡單，蛋放愈久，水分從氣孔散失愈多，氣勢就愈大，浮力就愈強。補充一句，泡水法測的是氣勢大小，也就是失水的程度，它反映的是新鮮度，不是有沒有細菌。所以就算蛋沉底沉得很漂亮，該煮熟還是要煮熟，2件事不能互相取代。測完之後把蛋擦乾再煮，不要濕噠噠的放回冰箱。第3個檢查，分碗打，這是很多人省略但價值最高的一步。不要直接把蛋打進正在煮的鍋裡或整盆麵糊裡，先打進一個乾淨的小碗。看2件事，新鮮的蛋濃厚蛋白會集中拖住蛋黃，蛋黃圓潤挺立；不新鮮的蛋，蛋白稀薄攤成一片水，蛋黃扁塌，甚至一戳就破。同時聞一下味道，只要出現任何刺鼻、腐敗、像硫磺的氣味，整碗倒掉，碗洗乾淨，用一個小碗換掉一整鍋食物，這筆賬怎麼算都划算。尤其是做蛋炒飯、蒸蛋、烘蛋這種一次要用好幾顆的料理，只要有一顆壞掉，直接打進去，整鍋就得報銷。而您在打第1顆的時候，其實完全有機會攔下它。我們把今天的重點收一收。冰箱門是全台最普遍也最不適合的放蛋位置，因為它溫度最不穩，震動最多，而溫度波動會讓蛋殼冒汗，蛋殼上那些看不見的氣孔就成了細菌的通道。蛋盒上有2組日期，洗選日告訴您這顆蛋現在多新鮮，有效日期只告訴您底線在哪裡，而且那個底線建立在全程冷藏的前提上。買的時候看洗選日愈近愈好，回家之後自己在盒上補記到家日期。防沙門氏桿菌的3件事是：不要自己洗蛋，生熟分開處理，加熱要到位。食品藥物管理署的參考數字是60度20分鐘或70度5分鐘，換成廚房語言就是蛋白全熟，蛋黃不流動。孕婦、嬰幼兒、65歲以上和免疫力低的朋友，請直接避開生蛋吃法。萬一腹瀉發燒超過3天不退，出現血便或明顯脫水，別硬撐，去看醫療院所。蛋要放冷藏中下層靠內側，圓盒收納，尖端朝下，避開蔬果保鮮室。冷藏之後就別再回室溫。下鍋前花30秒做3個檢查，看殼、泡水、分碗打。說到底，
雞蛋是台灣家庭最平價、最方便、營養密度也很高的一種食材，蛋白質品質好，又好料理。長輩尤其需要足夠的蛋白質來維持肌肉和體力。我們今天講這些，不是要讓您對蛋產生戒心，而是希望您能安心的繼續天天吃它。真正該被改掉的，只是那個沿用了幾十年，其實從來沒被檢查過的收納習慣。今天回家，先把冰箱門上那排蛋移到中層靠內的架子上。這個動作不花1毛錢，卻是這支影片裡最值得您現在就去做的一件事。